都知道我们喜欢来芙蓉啊，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澳门塔皇哇。但最好吃的，我觉得不是蛋挞，而是它的烧包啊！这让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好吃？今天不是我王太约了老板采访一下啊，这不是付费哦，纯粹是因为我们喜欢。70%到80%都是只有2样，就烧包跟原味的蛋挞。烧包，您指的是这个猪肉烧包？对，猪肉烧包。烧包跟原味蛋挞。对，然后如果是说我家比较特色一点，外面比较难找到的，就有奶油酥。奶油酥里面是会有它是如果喜欢奶类奶制品的，会喜欢这个奶油酥了。然后我的芋饺也不错，干羊糕这几个了 ，Top 5。我们广东朋友说，这个在广东也会有，这个是传统的广式小吃吗？对，你看到那么多丝了，因为它是炸了过后，它才会有这样子的丝。还没有炸之前呢，它是光滑的平面的。对，基本上是把芋头蒸熟了，把它打成酱然后把它包馅料进去，包叉烧馅料进去，然后来炸。里面有叉烧馅料。对。我们带了一个广东的朋友啊，既懂吃，但是又是第一次吃啊。来，你来试一下吧。芋饺。好香啊，老板！是啊，好好食喎，不错。那啲芋頭粉喎，粉啊，对，用泰国的芋头。泰國的泰國的芋頭。这不是我们找的演员。不是找的，真的不是。就这个很好口感嘛，就是那个特例的，可能就是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听说，芙蓉这里的烧包，以前70年代主要是由一个林姓家族发明之后，由他的后人来进行经营。但是听说您这边并不是这个家族里面的一员，您是一个等于像一个新的一个从业者，从外面把这个烧包的这样一个概念，在芙蓉这里又进行了一个新的生根。所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您作为一个非芙蓉人，也不是这个传统的烧包家族里面的，会对烧包这个品类在芙蓉进行创业嘞？因为我以前本身我都很喜欢吃烧包了，所以当时我决定创业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师傅指点我，怎样做一个烧包，然后过后我就去尝试做了这烧包，吃了过后，蛮符合我的口味，但是感觉还是差那一点。所以过后我就有慢慢研发，去到市场。当时我对这个吃的东西，其实是我完全没有头绪的。我就到商场里面，我就去看，哪一个牌子的酱油会比较好的，品质会比较好。然后我就慢慢的去买不同的材料，去尝试来换每一个材料来做这个烧包。到最后就做了出来，我就觉得这个烧包已经符合我的口味了。那么我想说，当我开店做生意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符合大众的口味呢？所以我决定我试一下。像验证一样对。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是市面上的烧包当时缺哪一些口味？你感觉是不足的，所以你把它这一环进行补足了呢？我个人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重口味，我个人喜欢比较重口味，所以我比较喜欢酱香味的味道。所以当我做的时候，我会很注重那个酱油的品质。所以包进去馅料了过后，我会觉得馅料必须更多，那么才可以满足到我的味蕾，所以我就把它做成皮馅肉多的烧包。展示一下丑的烧包，一剪就炸裂了，旁边的这个皮子就疏松的掉下来。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一家？主要是因为跟我们在吉隆坡还有雪兰莪地区买到的烧包最大的区别是它的馅特别大，就完全符合我们所说的叫皮薄馅大的这个感受。这边一颗颗的肉都是切的，你肉眼可见是完整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工艺啊？是属于这个外面是不是用那种肉馅、肉碎，然后你们是用这个切肉的颗粒的？对，我们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是整个肉进来，我们做一个腌制先，腌制大概是12个小时，然后隔天腌制的时候会冷藏然后隔天我们烘焙了过后，我们会根据它的我所固定的大小切了，然后烘熟了出来，我们再把它切成更小状，
所以不是像传统的绞肉机一样的绞成肉泥啊，没有绞成肉泥，它绞成的是肉块，小小的肉块，小肉块，对。明白了。嗯，它里面的这个馅料是不是要单独去炒制的呀？对，馅料是另外做的。嗯，对，馅料跟它的酱汁，因为酱汁都是我们另外做的，跟这个腌好的肉类到最后一个步骤才混合变成里面的馅料。啊，明白了。嗯，那么这跟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说你们的这个馅料感觉像半流质的，就是流动的 liquid 这种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呀？对，这一个馅料呢，如果是要做到这半流质，我们的那个它的里面的那个酱料跟那个肉的比例，酱料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些。酱料。对，会高一些。然后当我们刚才你也问到怎样包进去这个烧包里面。对，怎么包进去？对，用那个半冷冻的方式，就是说我这个馅料出来是比较液体的，我把它收起冰箱，然后在它变成冷冻前，完全凝固前，拿出来，我做这个包的方式。老板，如果有不能说的，你也可以不说啊，不要把秘密都说。可以。等一下有一个香港塔皇出来了。可以说，就是说。我们吃到很多家的烧包店里面，它那个勾芡很重，其实你吃到很多的只是酱汁，肉不吃很多。我不知道在肉跟馅汁的这个配比上面，你有做改动吗？啊，对，我有做改动。然后烤肉的方面，那个烘焙就说我肉腌制好了，然后我把那烤熟那个肉的时间上面我也有做很大的调整，因为其实肉那边不能烘到太长时间。烘太长时间，肉就柴就干了。是，所以我就把那个时间用低温的方式来去烘烤。我们烘焙的地方啦，我们有3个这个烤炉，所以我的1个小时我能烤出大概1000粒烧包左右。哇！你生意很好，我就在想，赚了好多钱。这个是当高峰期啦，高峰期才需要这样烤。如果是不是高峰期，基本上我们烤了，我们就停了。对，明白。老板，有个问题哦，这个为什么要对着吹啊？我就是要跟你解释，因为我烧包。我做那个皮，你喜欢吃，可能你喜欢那个皮比较薄吧，对，然后里面也比较湿润吧，对。当做成浆的时候，它的一个坏处是，当我们一直烤它的时候，里面的那个馅料丝还会爆出来，膨胀了会膨胀，然后爆出来那个皮包不住它了，明白。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烤的时候，烤到一半，我们需要拿出来，把它里面的那个热度吹掉，然后又再进去继续烤。2次。对。不好意思，其他的传统的烧包也是这样的2次烘烤工艺吗？基本上都是要2次，但是可能不需要吹那么久，可能我这样子吹只要吹3个小时。对。而且我在外面吃到很多的肉，它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你们家好像是肥肉粒也是吃得到。对，我有去买肥肉。做了这种调整了。对，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东坡肉啊，我很喜欢吃。对，然后我就有特地去买会去找那个猪，对，猪的那个它的后背的那个大阪油那边。就老板这个话讲了，可能也要不开心啊。我感觉你的这个包子的外形跟其他家比起来没有那么美，因为感觉好像皮酥的这个都掉皮了、掉渣了，外面都是保持一个像包子一样的状态，很光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到目前我们都还是用手工在包。对，如果是说有用每一个形状要做到一模一样的话，可以用机器，那么会比较接近，每个形状会比较接近。到目前我们都是每个手都不一样。它包完之后上面再要刷蛋液吗？还是？对，烘焙前刷蛋液。懂了。总共是要刷2次。好。做的整个分量也给比较足，然后也里面的馅料也要给比较多。明白了。
就我们以前去其他别家的，他会跟你说，你吃了之后给我现场一个好评，我会再送你一颗。哦，你有做这样的营销吗？目前还没有，没有目前还没有。我都很感谢我顾客，每个吃的都符合他们口味，他们就自己再来吃啊。不过你要的话，当然没问题，这个请你吃。好的，如果是满分是5分的话，要达到5分这样的烧包，要符合哪些条件？ OK， 第一个，我个人觉得，馅料一定味道要够啊，味道要够要足。第二，它的皮必须要够酥，不能说我咬下去比较偏硬啊，还是怎样。然后第三，那个烧包吃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吃了，所以为什么我很注重把那个我的烘炉里面必须要保持那个温度。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定做的，通常他们没有 ready stock， 没有马上就是说可以直接买到。通常因为如果我们外面买他们是冷的，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个冷的那个冷气拆掉，然后装这些热灯，然后这样来能保持那个饼的酥脆度跟热度。所以就是做完的烧包在这个烤炉里面做保持是滚烫的这样的一个是的，是的。我们自己家还很喜欢吃你们家的这个蛋糕，一个是大理石纹蛋糕，还有一个是胡萝卜蛋糕。你的蛋糕是有什么特点吗？蛋糕是有什么秘诀吗？因为我们觉得，首先我们自己感觉是特别湿润，然后它的这种湿润跟弹性跟外面比起来的话，好像比较少能够感受到。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油润，所以第一个我们用的原材料方面呢，我们是需要用到比较好的原材料，比如说牛油有很多种品牌，可能需要选到那种是纯用牛奶做的牛油，就是用牛奶做不好意思，牛奶做的牛油，所以是真牛油。对，真牛油。明白。然后过后，第二像你说刚才吃到，它会比较湿润，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烘焙的工艺，就需要用低温的方式拉长那个时间来做这个烘焙。这个是不需要说冷藏的蛋糕，我们就会放在这里了。是。然后这边还是有一些蛋糕，然后饮料。现在这些打包的呢？刚好有顾客订，他们一开门就订。对，他们订了，等下就过来拿了。我觉得你们家的这个蛋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可以把它放在雪柜里面，放几天之后，它的口感就变成另外一种口感，也更香。哇，我本身还没试过，真的，我还没试过。放冰箱过后出来会比较，它的口感就比较 chewy 了，很有韧劲的这种牛油香。如果是植物油的话，它就不会是这个口感。所以我们觉得你用料很诚实。谢谢。后面就是我们做蛋糕的地方了。好干净哦。对，有做蛋糕的，然后有搅拌器。其实蛋糕在我店是属于我把它当成是一个附属品，就是说我主要卖蛋挞烧包，但是有顾客也喜欢我们蛋糕，我们就会做一些蛋糕出来卖。老板，我有发现到你整个餐厅的管理还有卫生都做得特别好。让顾客吃的，我自己也必须要能接受，所以我会时常保持干净卫生是最主要的。不好意思这个样子的洁净程度是突击，因为我们要来拍这样弄的。当然，来之前我当然说，一定需要打扫干净啊。但是平时你来看，几乎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你用料用的比较好，不可避免你的成本就很高。比如你讲到了酱油，又讲到了这个肉，对吗？那在市场上，很多人我发现他会注重的是要价格低，要实惠。是。在这方面的话，你有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就是顾客希望又便宜又好，但实际上好的东西是不会便宜的。像你说好的东西是不会便宜，这个我非常认同。所以当时我开业的时候，我的卖价周围的商家的当时一粒烧包的卖价是1块7毛。对。然后我进来卖的时候是2块半。因为当时我算了成本过后，我真的做不到那一个价钱。我还是注重quality就是品质是最重要的。因为毕竟我是气压烧包已经有40-50年的历史了。对，我就才是一个刚刚进来，然后
大众也接受我的口味，所以我也很谢谢他们，所以我必须要保持这样的品质下去了。我们刚刚听您讲了，其实您以前学的专业是精算哦，这个在我们大家看来是一个超级金饭碗，考虑放弃原来自己这么好的一个专业来做餐饮呢？其实以前我要读本科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土木工程，但是当时朋友说，精算好赚钱。是对，过后我就去读精算了。读了过后，我发现，我并不适合坐在 office 里面朝9晚5的工作。就是说我平时12点吃了午饭回来，吃了午饭很舒服，冷气也很舒服，椅子也很舒服。但是你捉住那个电脑，你又想睡觉，但是领导在前面，你又不能睡，你又必须加按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做我要的事情。所以我就当时辞职创业，所以也不是一开始完全没有做老本行，是做过精算打工人之后，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喜欢。对，有做过 office 的时候，过后发现到不喜欢。那么又怎么会转到餐饮了呢？我觉得餐饮是最容易让人先接受来尝试你的东西的。比如说我本身很有钱，我做了一辆汽车出来，我研发一辆汽车出来，但是不是每个人愿意花1个亿钱去试你的汽车。但是如果我做这个烧包，1粒2块多3块的话，那么愿意尝试的人会非常多，所以也比较多人愿意给我机会。碰到过的一个最大的挫折是什么？2019年12月1号开业，2020年3月的时候那个 MCO 疫情 MCO， 然后过后对那个时候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本身不是芙蓉人，我住当兵，所以每次来通勤的时候会比较麻烦。然后过后当时也遇到原材料送货的问题可能他们原本一星期可以跑一趟，变成他们变2星期或者3星期跑一趟。所以这些变动会弄到比较困难了。当时你是怎么过来的呢？焦虑或者说是担心焦虑会有了，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跟自己画大饼想我以后一定会好会怎样就自己说服自己坚持过去就行了。或者老板你是不是富2代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关系，没有很大的回本压力没有，不是小康之家。老板能不能请你说一说你现在的这几家店分别在哪里嘞？我们这边芙蓉有2间，第1间在这个城乡，第2间在芙蓉奥伦，第3间在马六甲的马拉格拉亚，第4间在 KL 的古寨。全部都是自营的吗？对，都是自营。一个人4个店，哇塞，太厉害了。有休息日吗？对，我这一间芙蓉的这2间没有休息的。马六甲的每逢星期3休息，吉隆坡古寨的每逢星期1休息。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的营业时间都是在早上8点半到傍晚6点。也是非常 reasonable， 像人家上班的，非常好，可持续发展。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好，谢谢。希望您的店越开越旺。谢谢，承你贵言。谢谢。现在我们朋友在吃过早饭的情况下，吃了预饺的情况下，再吃个大烧包，好吃就好吃了，这样就还没吃。还没吃。我吃完第1个，这个就没那么重的味道，吃不下了。轻一点。对，刚才那个油炸的预饺对。应该是应该先吃这个。应该可能是再吃预饺吧。可能这个我已经没那个就没那个味，就是没那么重了。应该是轻一点。对。那么低也没有。对。不会。那个会比较重口味。所以但是还是很香了。但是因为我盖过了那个味觉，所以不能表现出很好的。好，很真实。人气鸡腿为什么好吃呢？不要看我，看这里，沙姜鸡的味道，很美一下的党参、熟地、
玉竹，很贵的啊、美国洋参当归啊，这很大片哦，关公片最贵的啊，在我们 C 位的黄芪，陈皮吧，花椒，顶级的那个汉源，哎，花椒啊，颗粒饱满，颜色也很正啊。丁香、丁香，看看这个你认识吗？月桂叶、香叶、这个小茴香、哇，你在吃鸡腿的时候一定可以品尝得出来。甘草，哇，就是这个了。甜味，桂皮，加上我们的一些秘方啊，18种原料为你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熬制的元气鸡腿，千万啊不要在周一到周五吃，为什么呢？吃了以后上班干活的力量太足了啊，只能是周末自己补一补，明白了吗？